这是我们的男主人公克里斯，他正在面试新的工作，突然他发现窗外的女乞丐拿着他委托其保管的医疗仪逃跑了，于是他不顾一切下楼去追。丢了这台机器意味着失去了1个月的生活费。克里斯每天的工作便是到处推销医疗器械，但是他一无所获，他和妻子的财产全都投在了上面，家里仍有6台机器没有卖出去。巨大的生活压力让妻子决定离开克里斯。一天，当克里斯在证券大厦的楼下时，看到了一个开豪车的兄弟，于是克里斯上前虚心请教，是什么工作让你开上了豪车？这项工作有什么要求？那位兄弟说，自己是做证券经纪的，做这个工作不需要学历，只需要与人打交道，足够机灵。于是克里斯便前往面试股票经纪。对方说，面试竞争激烈，只有主管才有最终决定权。于是克里斯主动去找主管，被主管借故拒绝。不久后，在楼下，克里斯再次见到了主管。主管推脱自己要打车前往某地办事，克里斯灵机一动，谎称自己也去同一个地方，于是和主管上了一趟车。在车上，他见主管死活玩不转那个魔方，便自告奋勇，很快把魔方的6面调成了统一的颜色。这令主管对他刮目相看。主管下车后，克里斯才发现车费没付，他非常狼狈。回到家里时，他发现家里已空无一人，妻子带着儿子离开了他。就在他无比绝望的时候，电话来了，证券公司约他过2天面试。下午，他把儿子接回家做饭，这很像克莱默夫妇里的场景。房东来了，要收房租，克里斯请求他宽限7天。房东同意了，但有一个条件，要求他将屋里的墙壁粉刷完毕。那天，当他高高兴兴地刷墙的时候，警察来敲门了。克里斯因为违规停车，罚单未付，被押到了警局。第二天早上9点45，他被放了出来，狂奔着前去面试。面试中，他一身油漆工打扮，非常狼狈，受到了面试官的质疑，但这些都被他巧妙化解。最终，他得到了实习的机会。但问题来了，首先，实习期6个月期间是没有收入的，所以他如果参加实习，就必须继续靠推销仪器为生，只有把剩下的机器卖出去，才能维持6个月的生活。即使过了6个月，20选1的竞争也意味着他获得正式工作的机会极为渺茫。前妻要去纽约打拼，将孩子交给了克里斯。克里斯最终决定接受实习的工作，然后带着儿子从公寓搬到了更为便宜的汽车旅馆。在陪着儿子打球的时候，他对着梦想成为球星的儿子吐露了自己的心声。别让别人对你说你成不了才，即使我说也不行。如果你有梦想，你就要去捍卫它。终于，他卖出了1台机器，也满足了孩子想吃巧克力的心愿。在实习期间，他每天的工作是给潜在客户打电话，推销公司的投资理财计划，同时准备笔试的内容。每个人都知道，最终可以留下的将是那个业绩最好的人。克里斯除了要做自己的工作，还常常被主管安排端茶送水，东跑西颠。下班后又要去接孩子，然后带着他乘公交穿越整个城市，赶回到他们居住的偏远地区。联系业务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，不喝水，不去厕所。终于机会来了，他联系上了基金负责人沃特先生，对方同意见面，但需克里斯20分钟内赶到。就在克里斯冲下楼准备赴约的时候，主管拦住他，让他帮自己泊车。在完成工作后，克里斯心急火燎地赶往沃特公司。前台说，沃特先生已经离开。克里斯没有放弃，周末他带着儿子拎着1台机器前往沃特先生家。见到沃特后，克里斯为上次的迟到真诚道歉，这感动了沃特先生，并邀请他和儿子前去看球。球赛期间，他趁机向沃特推销投资理财计划，但沃特专注于看球，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。赛后，克里斯认识了不少沃特的同事，这是意外的收获。终于，他卖掉了几台机器，生活有所改善，离成功也似乎越来越近。一天，他突然收到一封信，由于一直欠税，政府已经直接从他的户头扣掉了600元。此时，他的账户仅余额20余元，他的人生重回低谷。屋漏偏逢连阴雨，
房东又来催租了，克里斯赶忙躲开，同时他开始了索债生涯，前去索要借出去的10几块钱，最终无果而归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偶然间他看到了那个被抢走的仪器，于是便抢了回来。急于变现的他带着儿子到处推销，好容易有人想要，却发现机器已坏，无法工作。当他带着儿子深夜归来时，发现已无家可归。房东将他们的东西丢在门口，锁也换了，没有办法，他带着儿子来到了地铁南侧。夜深了，搂着熟睡的儿子，克里斯悄悄落泪。第二天，他赶往收容所报名，被拒绝了，因为这里只收妇幼，拒绝男人。好心的工作人员建议他们去附近的教堂收容所试试。克里斯到了那里，发现人山人海。为了能让儿子睡个安稳觉，克里斯使尽浑身解数，总算有了个暂住之地。这里缺水少电，克里斯仍不放弃，摸着黑修那台罢工的仪器，同时凿壁偷光，准备公司的考试。由于教堂需要每天排队争床位，克里斯只好带着行李上班，下班后拖着行李，领着儿子去教堂收容所抢位子，整个过程宛如一场战争。在收容所，克里斯连吃饭的时间都不放过，努力学习。结业考试一结束，他便赶忙下楼，准备去教堂抢位子。刚好遇到了公司的老板，老板打车没带钱包，向克里斯借了5元钱，于是克里斯的钱包又空了。要想修好仪器，必须换一个零件。为了筹钱买配件，克里斯前往卖血。最终他克服重重困难，修好了这台仪器。当指示灯亮起来时，克里斯的人生又有了最后一丝希望。卖掉仪器后，克里斯得到了250元，他终于可以带着儿子过正常的生活了。此后他签了30多个沃特公司的客户，最终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这份工作，也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和幸福。后来克里斯创办了自己的投资经纪公司，2006年他成了华尔街的百万富翁。当幸福来敲门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主人公有其原型，通过一个普通人的奋斗史，给了我们很多启示。幸福不敲门，幸福从来不会从天而降，幸福从来不会主动敲门。人们只有通过努力抵达幸福的所在，叩响幸福的大门，才会迎来幸福的人生。把握每一个机会。克里斯的故事充分体现了把握机会的重要性。机会是通往幸福的通行证。挑战小概率。幸福是一件小概率的事件，需要付出，更需要冒险。只有具备了坚定的信念，不惧失败的勇气，才有可能将偶然变成必然。你的小特长有可能成为你的大机会。在车上，当面试官对手里的魔方无所适从时，克里斯的魔方特长便成为他改变人生的关键。不抱怨的人生。克里斯从不抱怨，只去争取。不抱怨的人生便是成功的人生，也是幸福的人生。学历与幸福。学历高低与幸福无关。克里斯只有高中毕业，但一样可以取得不凡的成就。这不是心灵鸡汤。这个电影是基于真实故事改编，克里斯的原型人物已证明了这一切。找到那个有权说是的人。人在奋斗的路上遭遇拒绝是常有的事，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优秀。现实是，很多否定你说不的人是没有权说是的，所以被人说不要气馁，继续向前，找到那个真正的决策者，那个有权对你说是的人。父子之爱。主人公之所以能够一直努力，永不放弃，父子之爱是最强大的动力。能够打败你的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过了自己这关，你将所向披靡。捍卫你的梦想。别让任何人对你说你不能成功。如果你有梦想，你就要去捍卫它。感谢您的收看，补光说影为你分享好的故事、好的电影，感受不一样的人生。喜欢的话请关注、订阅并点赞，您的鼓励是我前进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见。